我是以西柚怡老师，欢迎收看我们的神谕塔罗图卡巡礼。我想大家呢已经看到了在今天巡礼当中画面当中的重点了吧？没错，我们看到了中文字，也就是生命之花，也看到了图腾。其实这次的巡礼就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满载了生命之花能量频率的一副卡片。那么它的这个能量频率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很宁静，然后很神圣，但是这个频率并不是一个很细微很小，它其实上也是非常强大跟壮盛的卡片，它就是生命之花大自然启发卡哦。但是呢，在分享这副卡之前，当然我们得先了解一下生命之花了。那你今天会看到这两本书的出现，是因为生命之花这个符号虽然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出现了非常的久，但是呢，被定名的结果就是由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德隆瓦洛麦基喜德这位呢所谓的探险家或者是考古学家所给予出来的定义，他把它叫做是 Flower of Life， 也就是生命之花哦。那其实这个图腾，如果你仔细的看我们的书的封面或者是卡的封面上面，就会看到标准的生命之花图腾就是一个间隔均匀而且重叠交叉，有很多个圆所共同组成的一个几何图形。那以这个图像来看，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像是花一样展开的一个很对称的，又像是中间有一个六边形结构的一个生命之花的图像。那很多人都知道它可能是7个圆或者是更多的圆重叠起来形成的，但是不管是你用哪一个的圆去看，它每一个的圆的中心都是在6个直径相同的圆周的周边上面哦。事实上呢，有的时候在一些古老的民族或者是建筑或者是他们的典籍里面出现的生命之花的图腾，不见得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的精致或复杂，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六边形，或者它甚至就是一个圆的感觉而已哦。不过以能量来说，生命之花的能量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呢，生命之花是一个宇宙的源头的能量，它非常的古老，而且在很多的民族里面都出现。那因为它的比例非常的完美，同时呢，形状也非常的特殊，我们每个人在看到它的时候，几乎都可以感觉到它的震动性。那它也是所有我们所提到的神圣几何图形，比如说你在这里面看到的圆形、弧形、六边形，甚至是立体的所谓的金字塔的立体形，或者是20面体，或者是8面体等等之类，它是所有神圣几何图形的基础，也是我们所有生命创造蓝图的基础，也是构成生命跟宇宙的一个符号。所以呢，其实它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民族里面都出现过，不管是埃及最古老的这个阿比多斯的神殿当中，或者是在腓尼基人，或者是在土耳其人、爱尔兰人，甚至包括不要怀疑，其实连我们中国本身都是有的哦。还有西藏，还有希腊，还有日本，很多的地方在它的艺术品或建筑上都可以看到它。而这个能量呢，其实就告诉我们，它显现的是一个宇宙的规则。它其实虽然叫做花，但是它代表了所有宇宙生命能量的这些现象。那这些现象里面，其实包含了有花、有叶子、有种子、有树等等之类，其实都是在这个生命之花的图腾里面哦。而且很奇妙，不管呢它是在哪个民族里面用哪一种语言，它都叫做生命之花，顶多还会多一些特别的名字，比如说叫做沉默之语，或者是光之语等等。所以换言之呢，声音是宇宙能量的一个基础的起源，也是疗愈的关键。所以在生命之花里面有声音的频率，它其实呢也有图像的频率，它当然也有色彩的频率在里面了。那解释完了这个生命之花之后，它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巡礼的重点了。我们今天巡礼的重点呢，是来自于这幅图卡，它就叫做 The Flower of Life 的一个叫做 Wisdom of the Astar， 也就是它是透过一个星际能量的启动所看到的生命之花的大自然启发卡。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每一个图像里面呢，不像我们以前看到的很多的这个图卡，它都是画的。其实你会
看到它这些都是一些自然的一些景象，而这些自然的景象里面好像又不完全真实，即便是如同像是这样好像是真实的向日葵，但是你会发现它在处理上，或者是它在能量频率的展现上面是多了很多像是星际、宇宙或者是星辰的频率在里面，所以会多了很多这种灿烂的或者是高频的能量的这种感觉，而且你会看到的是各式各样大自然的频率在里面哦。那其实他的作者呢，也是一个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作者哦，他就叫做 Dennis Jarvis。但是呢，他其实呢，是一个神秘学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个心灵图卡的解读师哦。而且他其实做过了非常多的卡片，是跟其他的身心灵老师合作的。但是这一副所谓的生命之花的智慧大自然启发卡呢，其实是他自己呢个人独创的一个作品哦。那既然它叫做生命之花，用了这个名字，就表示在这副卡里面一定有很多生命之花的能量了，而且呢，其实呢，生命之花代表了是所有的能量的种子，也就代表了所有可能性，还有所有欲望的本质都是在里面的。而这副卡里面也取用了很有趣的数字，比如说它总共有52张的卡片，而每张卡片刚刚我们说过的都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图腾，而且在大自然的图腾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个星光闪烁的频率跟无限的神圣魅力。换言之，如果你在玩这副卡，或者是呢你再去跟这个卡做连结的时候，等于你在做什么事？等于你在选到它的时候，等于你是在跟它上面的所谓的生命之花的图腾一起去旅行，同时会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帮助你呢可以跟着这个频率呢做一个向内的一个心灵旅程的一个探索。所以你会发现，在刚才我翻阅的同时，或者是当初我在看到这副卡的时候，在玩它的时候，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它好像没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象征意义，或者是符码，好像是变成很难解读的一副卡片。但是呢，我自己在玩赏它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这副卡的每一张卡上都充满了爱的频率，但是它也有理性意识的这个能量充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每次在问它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难以置信的智慧跟见解会浮现。那当然了，其实呢，它也跟很多的卡一样，你会在它的这个卡片里面会收到一个很有趣、很薄的一个小册子。那这个小册子里面，是的，你也看到了生命之花的这个图腾出现在它的上面，然后呢，关于每张卡里面，它有告诉你使用的方式，它有告诉你呢，它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解释。不过，我觉得它跟其他的卡片比较特别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说呢，这张卡其实在你翻阅过来的时候，所有的书面解释都已经在卡的背面上面呈现了，而运用它的方法也很简单。比如说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运用卡的时候，都会一定会运用到的一个牌阵叫做时间之流。那么在这里面呢，它也有出现，就叫做 mystical vision， 就是你想要对一些事情有一些比较有智慧的洞见的解释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像它这样做排列。比如说呢，你会看到过去这是现在，这是过去，这是未来，然后有一个关键字的提醒。但是这个牌阵我们实在太常用到了哦，所以呢，我其实会在想，在今天的巡礼分享当中分享的是，在这副卡里面，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牌阵。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的是说，生命之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宇宙能量的源头，但是它也是一个疗愈的关键，所以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疗愈的牌阵。而这个牌阵呢，就叫做呢，真的就叫做 Heal， 就是疗愈的牌阵，或者是叫做星际疗愈或者生命之花疗愈的牌阵。它的位置很简单，也是一个4张牌的牌阵。它就是第一张牌的位置叫做 Now， 也就是现在；第二张牌叫做 Love， 也就是爱；第三张的位置叫做 Fear， 也就是恐惧；而第4张牌的位置呢，叫做 Heal， 也就是我们的疗愈。所以很简单，你当然是要选择一个你想疗愈的事件，或者是呢，你对于你所遭逢到的某些事情，你想要知道在这里面你的爱的课题、恐惧的课题，或者是你疗愈的关键要放在哪里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牌阵。而今天呢，我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抽取这个牌阵了。比如说，我可能想想我最近碰到的一些生命事件当中，然后这个生命事件它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来抽取这个牌卡。
那这个牌卡呢，我们会看到呢，第一张牌的位置抽出来，它叫做现在，而第二张牌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抽取出来，它叫做爱。第三张牌它叫做恐惧，而第四张牌得到的是我们疗愈的关键。OK， 其实这4张牌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呢，很不同样的能量已经出现在上面了。而这个现在的部分，我们会看到它给我的这个所谓的关键字告诉我们是说，我要注意，我要在说明或者是分享或者是理解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我该得到的是怎么样的用字遣词。如果我越用正向肯定的字眼的时候，我越能够去处理或面对我所要碰到的这些事情，也会让我自己感受很好里面。但是我所碰到的这个世界里面要带给我的爱的课题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张所谓的向日葵，而它所带来的课题呢，就叫做我必须要透过一个冥想的历程，进入一个禅修的历程，或进入一个静心的历程，可以帮助我去更多的感受到爱的能量。而我要解决的恐惧的课题，你会看到是一个这样的图像，而它所给我的关键字叫做 flow， 也就是说呢，我要懂得让这个恐惧是可以随顺的。如果我能够越敞开，能量就可以越流动，而我也必须随顺在这个流里面。但是这没有特别提醒到，其实在我们碰到事件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情绪，我们必须要让这个情绪能够释放出来，就好像泄洪一样，你要先释放掉你的情绪，才会有足够的空间让新的能量能够进入，然后你才可以真正展开一个随顺或顺流的旅程。但是在疗愈的关键里面，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这张带着樱花粉红色的这个卡片哦，而它给我的关键字是什么呢？它告诉你要 be peace， 也就是说你要维持在宁静祥和的状态当中。他说呢，其实爱是凌驾于我们很多的思想、念头、感情或者是情绪上面的。所以如果我们让自己可以处于一个爱的频度的时候，或爱的临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处在一个宁静的状态里面。而我们迎接越多的爱，我们就可以有越多的勇气，而越多的爱跟勇气就会跟我们一起同在。所以呢，这个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还是有阴影，还是有恐惧，还是有很多负向的能量，但是过去的这些所谓的阴影层面，因为有爱的能量的流动，我们反而可以获得平衡，获得宁静，同时呢，所有的恐惧可以被爱的能量给照亮起来。这个时候你当然是有痛苦的，你当然是有疼痛的，你当然是会有受苦的感觉的，但是呢，一旦你选择了爱，你其实所有受苦的感觉都会因此而消失。所以他告诉你说 Today the lives you have truly wanted begin， 就是因为你基于爱的出发点，你就会知道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而你愿意站在爱当中的话，那你的生活就会朝着你真正想要的方式出现了。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具有智慧也非常具有能量的一个启发的卡片呢？而且我觉得这在对于你做一个深度的心灵的探讨，或是深度的智慧启发的一个疗愈或转化的生命历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伙伴。这就是今天呢，我们借由这一个大自然的启发卡，来自于生命之花的能量，透过这副牌卡的方式呢，跟大家做了分解。也希望呢，你可以去透过虚拟的方式，更去亲近或了解这副卡片。如果说你是细心一点，也许会发现，其实在我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粉丝专页频道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生命之花卡的出现呢，你就知道它的能量对我们来说有多么的受用，而且有多么的扩大跟延伸的感受了。好了，期望你跟我一样会喜欢这副卡片，也期待下次的巡礼当中，我们继续来看见或亲近更多的神谕卡塔罗牌。